福生无量天尊，道有慈悲，贫道贤真在此与诸位结缘。在现代社会，我们很容易将认识别人和赢过别人当作衡量成功的标准，无论是在职场竞争中，还是在社交平台上，识人、控局、胜出、取胜，几乎成了一套默认的价值逻辑。而在这个逻辑之下，自我往往被压缩成一个手段或者工具，一种为达成外部目标而被不断操控、塑造、包装的存在。但这一章，老子用非常简练而有力的语言，指出了一个被忽略的方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他没有否定识人和胜人带来的作用，但他的核心论点是：真正深刻的智慧是对自身的深度认知，真正持久的力量是能够约束、超越、更新自我的能力。如果我们将知人者智放在当代语境中，可以理解为拥有分析他人性格、行为动机、社交策略的能力。在管理学、心理学、传播学中，这都是值得被重视的素养。但老子紧接着说：“自知者明”，意思是比识人更重要的是对自我内在结构的认识。对自身局限、欲望、恐惧、冲动、执念的觉察，这种觉察不是流于表面的性格分析，而是一种深层的内省和真实的面对。在当代职场，这种自知其实是极为稀缺的。我们普遍被要求外向、自信、积极主动，但却很少有人鼓励我们沉下心来梳理那些我们内心深处不愿直视的部分。一个真正具备自制力的人，往往更能识别自己在冲动下的判断失误，或在情绪裹挟中做出的错误决策，也更能对抗角色扮演所带来的心理疲惫和身份撕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老子对明的定义，并不是被动地认清一个客观事实，而是主动地以一种柔和而坚定的方式去面对自己的复杂性。在心理学中，这种能力被称作元认知。一个人能否觉察到自己的思维、情绪与反应，是其能否从冲突和焦虑中抽离出来，做出更高阶选择的前提。而自知者明正是这种元认知能力的古老表达。紧接着，老子说：“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这句话放在现代语境中，非常容易被误读为一种自律至上、奋斗至死的成功学口号。但我们要特别注意，胜人之力是对外的施展，是竞争、对抗、较劲，是在博弈中取得优势地位的表现形式；而自胜之强是一种内向的力量，是在欲望、惰性、情绪、习气面前的稳固与不动，是对自身的克制与转化。这种内在的强，并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压抑自己，而是像打坐那样，从躁动回归寂静，从扩张回归收敛，从冲突回归和平。在这个意义上，自胜者并不否定行动，但他拒绝盲目地被推动。他的力量来自于不动于轩，来自于一种与道契合的稳定性。这对于当代职场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提醒。如今职场节奏越来越快，任务越来越碎化，目标越来越短期化，内卷愈演愈烈。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个人如果没有强大的内在定力，是极容易陷入持续焦虑、不断对比、自我贬值的循环中。而真正能长期走远的，往往不是那些把一切外界变化都掌控于手的人，而是那些能够持续调节自己内在状态、保持稳定心态的人。这也正好呼应了老子在本章接下来的语句：“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这一句话常常被误解为知足常乐，别太贪心。但实际上，这里的富与物质无关，而是一种心理上的富足，一种内心不匮乏、不攀比、不依赖外部认同的状态。知足指的是一种对当下的接纳，而非对未来的放弃。
知足的人不是不追求成长，而是在追求成长的同时，拥有一种对已有的感恩和对未有的从容。他不急于证明自己，不急于跨越他人，不急于兑现野心。他不是放弃行动，而是不再执着于结果。而强行者有志中，强行不是强硬，而是一种不被环境动摇、坚定前行的意志力。这个行不靠情绪推动，也不靠外界奖赏激励，而是源自内心的清明与笃定。他是每一天选择早起冥想的人，是面对诱惑时懂得止步的人，是长期不被认同但仍坚持初心的人。这种志不是表现在口号上，而是在长期的沉默中，在不断反观自己的行动中逐渐凝结而成。接下来的得其所者久，更是一种关于归位的智慧。在老子的体系中，每个存在都有一个最适合自己的位置。所谓其所，不是别人眼中的成功，而是自己与天地与道的关系中最自然的状态。一个人如果能常常回归这种本所，就能持续稳定，不被浮动所摇。而死而不亡者寿，则是老子对生命意义的终极表达。这里的寿，早已超越了生理年龄的层面，进入了精神存在的维度。一个人如果能不被欲望困扰，不被自我膨胀裹挟，不被权力金钱驱动，他的精神生命是可以穿越时间的。他的行动、思想与人格所体现出的道的轨迹，会在身后很久仍然被感知、被记忆、被延续。从这章我们可以看出，老子所理解的强富寿都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范畴，而是精神的充盈、意志的沉稳、存在的延续。在这样一种视角下，我们看到一个道德哲学与现实生活之间极其紧密的桥梁。如果将这些观念应用于当代工作情境，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所谓的职业成功其实是建立在短期胜人的基础上，而忽略了长期自胜的重要性。一个能短期取胜的人，可能具备执行力、手段、资源，但如果缺乏自我检视、自我调节、自我修复的能力，他很容易在某一个阶段走向浩劫。而那些真正具有影响力和持续生命力的专业人士，往往是那些对自己有深度觉知，能清楚知道自己位置与局限，也能在外界喧嚣中保留宁静与方向的人。从自我修养的角度来看，这一章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如何面对自己。我们是否真的了解自己的恐惧与欲望？是否在不断比较中迷失了判断？是否有能力在混乱中仍然坚持一些不动的东西？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一个人是否真正强大、真正富足、真正能够留下价值。而这一切，正如老子所说，不是通过压倒他人来实现的，而是通过返回自身、回到道的方式来完成的。也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一章的核心精神：真正的胜利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安顿自己。而当我们安顿好了自己，才有可能真正长久地在社会中承担责任，在家庭中营造信任，在职场中保持清醒。这种从自知到自胜再到知足的路径，是老子给我们的极为清晰也极为深刻的修身地图。至此，我们已经走到了《道德经》第33章的尾声。这一章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关于自我力量之门，而下一章也将更进一步地告诉我们，当我们放下名字，去除标识，回归朴素时，会发生什么？朴与名之间有怎样的张力？又为何道常无名？这一切都将在下一章中慢慢揭晓。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关注频道，我们下期再见。